大家好，我是麦克，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赛斯资料健康之道的第9章的第2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1984年5月31日星期四下午4点15分开始的。在5月28日的时候，水疗部的一位护士将一个空盘吊在了针的左脚背上，造成皮肉上的那种凹伤。针说很疼，那一点仍会疼，但在治疗中呢，还在治疗中。今天早上呢，Georgia和另一位护士助手将针的右腔骨撞上了担架的金属架上。那个呢是他们将针放到上面抬去水疗部用的。针疼得大叫，而 Georgia 哭了。针立刻开始告诉自己一切都会没问题，而事实看来也是如此。虽然在他的小腿和脚一带都是一碰就疼，却没有伤口和乌青。当我今天到达330房间的时候，没有看到肿胀。因为我必须在1点45分离开呢，去看牙医。真的比平常快的呢吃了午餐。我回来时告诉他，我会试着跟他一起呢做一下自由联想或者上一节课。他说他不知道有没有力气做自由联想，虽然我真的意图要试试，像赛斯说的那样。昨晚他比较好，但是仰躺着仍然不舒服。他也吃了一些药物啊。我打电话到522房间的这个给玛格丽特，就是那个乔本巴洛，看看乔如何了。而当时呢，乔正在做骨头的扫描。玛格丽特说呢，他变得比来医院的时候进医院的时候呢衰弱多了。虽然显然愈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赛斯就来了，他说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他说赛斯午安，我们将继续口授他说这些观念有很多亲戚，就是有一些子观念有些相似的观念叫亲戚就是跟这个观念类似的。因此呢，事实上呢，我们有一整个家族的信念有一整套信念，他们呢全都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就信念一来都是一套一套的最重要的是呢，与有关创造力和表达相连的这个扭曲呢，是相信知识本身是危险的、邪恶的，并且必然会导致像灾难的这个信念他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与创造力和表达相连的这个扭曲，就是不敢表达不敢创造不敢公开的说自己真实的想法这叫创造力的这个表达的扭曲这种状态它底层是什么呢？是底层有一个信念，它是相信知识本身是危险的，是邪恶的，并且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信念就这些人呢，底层有个信念，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这个很危险不要学那么多懂得越多越危险。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天真无邪被视为等同于无知实际上呢你在这种信念背后的所有的是什么呢？对自己的自由意志与所做选择的一个恐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当你知识越多，你可以选择的这个范围就越大当你的认知越多见多识广，而且你的知识又非常的丰富和完善的时候，你所面对的选择就会非常多。而人们呢，对自由选择有这样的一个恐惧人们很愿意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做事情你说这不可能不符合常理人怎么会这样呢？人怎么会愿意不做过多选择呢？为什么对选择有恐惧呢？我告诉你，人真的对选择有恐惧。比如说你买一样东西的时候经常说货比三家是正常的多看一些，但是很少人去这么做基本上除了一些热爱逛街的女同志以外
这个其他人对买东西基本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比较选择。再举个例子在你选择婚恋对象的时候，那从理论上来说，你应该认识的越多，选择范围越大，那你最终选择的跟你匹配的应该是越概率越高的。但是大部分人在婚恋这个问题上他只会接触几个人就仅仅就几个人就从这几个人里头，甚至有的都没有几个人就是初恋即是这个最终的走入结婚的，而且还经常会鼓励这种是初恋就是走向婚姻的，是这个全社会应该鼓励的，或者成为一种美德崇尚这种一见钟情我们抛开其他的灵性的方面不谈，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人类害怕选择的一种表现形式你给他3个对象，他还比较容易选择出来或者2个。如果给他10个可以选择的，他会挑花眼；如果给他100个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这是人类最常有的一种问题面对选择的时候他是恐惧的而这个时候呢，当你知识越多认知越多，见多识广，你的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的时候，你反而会恐惧你的知识越广阔，你对可能性的行动以及随之而变得可能的一大堆的选择就变得有觉察了。你不仅选择变多了，而且你对选择以后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你也比那些没有这些知识或者没有这些人生经历的人会更有觉察你会马上知道我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可能会导致哪样的一些后果而没有这些认知的人他就不会比如说我再提婚恋这个问题上，他在婚恋的问题上一样的，他经历过很多人，谈过很多次恋爱的人再加上他如果这个情商也比较高他就会知道选择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而一些没有经验的人，在恋爱这个经历上比较单纯，比较这个小白的，那在这个问题上他就会简单非常的简单，因为他不知道预期后果是怎样在工作选择上也是一样，在我们的专业性大学选哪个专业选择上也是一样越是不了解这些专业或者不了解具体这些专业做什么的人他只是凭借社会上或别人的这种认知，他就会选择一个专业。当他真正了解了每一个专业到具体代表着什么意思所学的知识和将来未来的职业规划以后，他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反而会迷茫不知道选择哪个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平常我们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们是有意的放弃了自己的选择权那么呢，也有人对知识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就是另外一种人呢，他们渴望知识他们不害怕知识，他们相信知识是是好的，而且是有益的。同时呢，在另一方面，他们同样热烈的相信知识是被禁止且危险的。他说的还是这种有自相矛盾的这种信念的人他一方面相信知识是好的有用的，另一方面他又相信知识越多选择越大对未来的结果越清楚。这时候呢，他因为害怕这种过多的自我意识的选择他甚至有意的让自己没有那么多的知识。当然，所有这些例子都导向严重的左右为难左右为难，并且往往是同时将一个人拉向2个不同的方向。记住是在同时把一个人拉向不同的方向。他们也是有许多心灵、情绪和身体问题的原因很多问题都是由这个引起的身心灵的问题、情绪的问题都是由这种相反的信念相互拉扯的。在此可能也应该注明，当涉及了女性的时候，这对知识的怀疑就更加深了。因为什么呢？传统相当错误地给予一个印象，如果知识为女性所拥有的时候，它将加倍的可怕。
当我们讨论明确与性别相关的信念的时候，这应该被牢记在心。那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中国古代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因为有知识就不行。到现在也是一样，你看我们经常用一种非常文明的骂人的话说，那这个世界上有3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他为什么单独提一个女博士呢？男博士不是一样的吗？他认为男博士不是，女博士是一个比较例外的。所以你看他其实也是在暗示这一点女性的知识越多其实越不利就这种观点其实也是很危险的非常的可笑而拉扯必然像是很显然的，所有的这种信念之背后都有对自然人和生命本身的不信任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就是对这些自然人与生命本身的不信任导致的记住，就是前面这些它都是表层的，它的底层信念，那个核心信念，那个信念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对自然、对宇宙、对人和对生命本身他不信任他不信任表达自己是最好的，他不信任获得知识也是更好的的底层信任就缺乏信任对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和其他人都缺乏信任他就会出现拉扯当你有任何的不信任出现的时候，你的生活中就出现拉扯特别明显对，他一方面喜欢这个东西，一方面又诋毁这个东西，一方面想靠近一个组织，一方面又看到这个组织众多的问题而排斥这个组织他这样的拉扯底层原因其实就核心一个就是不信任不是对这个组织的不信任，是他对自己都不信任对自然界也不信任，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生命本身他都不信任这些才是导致这些事情的根源。不过我们也必须记住，以一种方式，信念本身是工具记住必须要记住，从某种角度来说，信念本身它就是工具，而在某种情况下，仿佛相当负面的信念也能为更为有益的信念扫清障碍它让我们大家记住另外一点就是不要说这个信念是负面的这个信念是好的，这个信念是正面的。他说信念就是拿来用的，换句话说，信念就是拿来清扫的，信念就是拿来破除的不存在所谓的好信念和不好的信念，正面信念和负面信念。他说有的时候负面信念可以更好的清除很多这个就为你建立有益的信念去清场清理道路，扫清障碍。你说负面信念不好，它反而会容易更清理一些东西当负面信念出来的时候，如果你善加利用，它能为你建立正向信念或者是一个好的信念清理障碍。所以那你说它是好还是不好呢？那当然是好了呀，如果它不清理你正向的信念很难建立起来。所以还是归根到底的一点，不要去区分信念的好与坏，只是把它工具拿来用，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人物角色和特定的场景，人们会要使用不同的信念。信念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紧紧记住它。信念不是你，信念不是你记住，你只是拿信念来当工具使用而已你需要用什么信念你就用什么信念所以讨论了这么多的负面信念，别去称任何信念本身为坏的或者是邪恶的赛斯怕你走偏，他马上给你拉回来他说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的负面信念，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那些都是错的或者是邪恶的。你看他随时随地要把你拉回到一个中正的这个角度他怕你一下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意是一个非常好的点。每一个信念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并不好比说
病毒在他们本身更坏或者更邪恶啊。每一个信念都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啊起着自己的作用。并不存在说一个信念比一个信念更好或者更坏啊，就像你没法说这个病毒在你身体里更好还是更坏一样啊，它可能好也可能坏，那看信念怎么用啊。所以说我们抛开了特定的场景、特定的人啊、特定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谈一个信念的好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如果你以那种方式看待他们啊，你将避免被仿佛啊用那种方式就是中正的态度看待他们，你将避免仿佛只会导向毁灭的负面思维及信念之无止境的行为啊，无止境的行列所压制啊，所压倒啊。正好相反，举例来说，将负面信念与横扫全国的暴风相比，他们有他们的目的，而总的来说，那些目的肯定与支持生命本身啊是有好处的，是有倾向性的。啊，他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是让你再次回到中道啊。他说，如果你以好信念和坏信念这种方式来看，那是很偏激的啊。他说，你还是应该回到一个中正的态度，不要对他们加以评判，说这个信念好还是信念坏。就像自然界中的暴风雨一样，你说的好还是坏啊？横扫全国的飓风，你说的好还是坏啊？这东西啊，只能从更大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增益于整个地球环境的、地球气候的。从个体上来说，这所有的信念其实都是增益于你的啊。每一个信念，不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所谓好的和不好的啊，都是有利于你的。不过呢，在我们仍在这个讨论当中的时候，要提醒你自己啊，你要任何情况下都可能被改变的比更好啊，就要提醒自己，不论什么情况下啊，都可以把情况变得更好。不断提醒你自己，对一个难题最有力的解答，事少与最不幸的解答是一样的可能。他的意思想告诉你说，你要记住啊，在这个任何情况下啊，你都可以变得更好。不论以前怎样，以前的旧有的信念对你影响多大，随时都可以变好。而他说，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你之所以变成今天你不喜欢的这个状况，不论是身体还是家庭还是财富还是健康啊，不论什么原因导致你今天这么不好的那些信念，它可以轻易的让你变得这么不好。那如果想改变的话，它也可以轻易的让你变好。就导致你严重疾病的那些信念，当你改变它以后，它就像能够让你产生疾病这么大的力量一样，而且这么快速让你患病一样，它也非常迅速的可以让你变好。就让你的情况变糟的这个信念和让你情况变好的信念，它们起作用的效果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你能变得这么糟，也是你不经意的结果，你也没有很用力啊，就变成你今天这个状况了。如果这个状况不好的话，那你想变得更好，一样也是这么不经意的就变好了，不需要你努力，不需要你费劲，不需要你痛苦万分啊。他就想告诉你是这个意思啊，只要你信念转过来啊，一切就都顺过来了。也要提醒你自己，不管你所有的担忧，生命本身的精神都是持续的在你经验内而形成你的肉身啊，不要管担忧，就不论你多么担心自己的身体的变化，你生命本身的精神就是持续的在你的经验内而形成你的肉身。你的肉身是由你的精神形成的，你的精神变好了，你的肉身就变好了，你的信念搞好了，身体就搞好了，就这么简单啊。他再次给你强化一下啊，在这一节里再一次的我加速了
鼓励幸福以及身心平安的那些坐标，叫鲁伯对最后几句特别注意就刚才说的最后那几句话就告诉你，你的肉身是你的精神形成的在4点38分，再次的我们没被打扰，真的传述很好。当我替他翻身前读此节给他听时，他抽了一根烟。让我们看下一节，是1984年的6月1日这一天也是儿童节，星期五下午4点12分。现在我再次的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他说赛斯午安，我们将继续口授在美国是没有儿童节这个节日的停顿良久，大多数人的确过着不令人满意的生活，记住大多数人都是过着不满意的生活，其中许多人在寻求那些由于全都在争取他们注意力的大团的矛盾信念而几乎无法达成目标，他们自相矛盾这句话做了一个概述他描述了大多数人过的都是不满意的生活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他们花了大把的时间都在处理这些大团的自相矛盾的信念就自己在那打架，我干这个，我干那个，我干那个，我心里有心不甘情不愿，我不干这个，我也就他一直在这个兜兜转转他没有干正经事儿，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这个上头了，浪费在自我消耗、内耗和拉扯上在自相矛盾上，这大部分人生活的不满意的原因这不仅导致我说到这，大家如果想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想给他们做疗愈，很简单就梳理好他们的信念就行了就这句话其实给你做今后的家庭疗愈或者是这个情感疗愈，你就找到了它的根源就很简单就是梳理他的信念不让他不再自己内耗和打架就好了这不仅导致私密的两难就是这种非常个人的两难之局包括就是关系涉及到亲密关系的涉及到疾病的，以及仿佛没有希望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没有希望了却也导致全国性误解的纠葛他们的作用是一样的就是这种信念上的拉扯会导致疾病生活中的两难关系中的两难还有仿佛没有希望的关系等等。而呢，这些也是导致，如果放在群体事件里头，如果集体的都是这种，如果整个人类大部分人都处在这种处在这种两难之局的左右不是的这个局面上，它会导致全国性的误解全国性的误解的纠葛大部分都这样，大家都是在这个纠葛当中，怎么纠葛呢？互相之间的误解，以及世界性的失序世界性的失序，就是世界性失去了一个正常的秩序，因为大家都没有把精力放在这方面，都放在这个拉扯上了不过的确有办法突破这种冲突是有办法的。而那些表达和平与满足更广大到是每个人都可得的广大到每个人都可以得的不论整个画面看起来有多么的糟糕他说的确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这种全国性的失序或者世界上的失序。他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动荡和失序的原因根源是一个就是这种自我拉扯内耗左右为难，自相矛盾就是这些自己信念在打架。它不仅在个人造成身体上的这种困扰，在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上也会造成世界上的这种失序他说但是你看他马上又给你转折过来，但是不过的确有办法来突破这种冲突是有办法的。而那些表达和平与满足的更宽广大道是每个人都可得的，就是金光大道、康庄大道、光明大道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什么样的大道？
就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可以平和而美好的和满足的生活这样的一种幸福大道，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不论你看整个画面有多糟，你不要管整体也不要管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有多乱，就你这个个体来说你完全可以过上你想要的人间天堂一样的生活就是只要你顺流了你就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不要说这个世界有多乱等等，大多数人都在拉扯他们拉扯会影响整个社会，你管他们干嘛？你不要管他们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他的意思就这个你不要看整体所以说呢，是可能改善你们的健康，并加深你们所有经验的质量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说这个大多数人都有这种左右为难的这种信念的这种对立这种冲突，这种内耗，那整个国家或者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世界是不是会不好是不是我身处在这个大环境中我也不会好他告诉你不用管它不会的不会的，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大的一个世界你解决你的问题然后他说呢，也是增益你们所有的健康和质量的他就是不用说这些对你个体有什么伤害，没有就你们所了解的生活生活而言，就我们普通人的三维的俗世的生活来说就我们三维的世界来说，想象所有的疾病终究都会被征服是的随着人工智能的诞生再过几年我们人类的疾病都会被征服的，所有的关系都不可避免的被满足所有的关系都会被满足的不论你想要发展什么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关系都会满足的，或者遇见一个未来，在其中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以平等与尊敬对待，显然是太乐观了这好像看起来是太乐观了，对吧？但是你要有这个能力，你要这种对未来的美好的未来的期待和预见能力在此书里头先前提到过的更大的架构里头在以前的更大的就是跳出三维世界在这更大的架构里头，首先疾病本身是生命之整体活动的一部分他的意思是说，你非要把疾病都解决掉你才能幸福，他说这是你想错了不是说不能解决随着科技的发展疾病能被解决，但是疾病解决了还有其他健康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这些健康问题是你生命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要把它去掉呢？它是不同的体验而已嘛不生病是一种体验，生病也是一种另外的体验它是体验的一部分而已不要加以评判和对抗所谓的生病状态就你们认为是生病的状态，是肉体的是对肉体生命就与正常的健康是一样的必要，所以我们说的不是地球上的这个涅槃不是在地球上涅槃。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就是对你来说生病好像很痛苦什么什么的，但是对整体的生命来说，它就是整体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体验中的一部分跟健康是一样重要的。要想健康就一定会存在不健康就存在疾病。所以呢，他说我们说的不是在你地球上要达到究竟涅槃的这种状态就没有任何痛苦，没有任何烦恼涅槃就是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的状态他说不是让你们达到这个不是说世间没有苦难了，不是说这个，是你怎么看待这些苦难。如果你把生病和疾病当成生命的一部分的话，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去看待它，那么的抵抗，那么的对抗，那么的不可接受他说这不要这样，他说你们也不要幻想着在地球上或者在你的周围没有任何的灾难和苦难，或者没有任何的你认为不好的那些事情，一切都如天堂一般。他说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记住不是这样子的不要以这个为目标不要以这个为理想为目标而是你怎么来看待他们，是不是能看到他们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他说但我们的确在说虽然我们不是让你做这个的，但是我们的确在说什么呢？
本书的每个读者都可以加速他私人的感知，每个读者可以增强他个人的感知能力，以及延长并扩展平常意识到一个程度啊，就把你平常的意识拓展升维啊，扩张意识升高维度啊，以至于和目前的经验对照啊，和你当下的这个生活对照，生活可以几乎被认为是人间天堂。他这句话说的很简单，就是人间的这些事儿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啊，山洪该有还是有，地震该有还是有啊，暴风还是有啊。他说这个都不会改变的，改变的是你的意识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提升啊，扩展平常意识啊到一个程度，是不是扩展了啊，是不是提升了？当你的意识扩展和提升以后啊，你所体验的就是人间天堂。为什么那些开悟的人天天就是傻乐的，天天除了乐啥也没有啊，跟得了这个神经病似的啊？为什么？因为他天天生活在人间天堂里啊。你说，哎，你的这个工作也不是很理想哦，哎，你的孩子重点这个小学也没上啊，等等，任何东西都不能影响他了，已经啊，不能影响他啊这种对快乐本质的这种啊跟自身的这种融合啊，就是他这里面说的啊，他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下啊，相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来说啊，他们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他没有恐惧，没有烦恼，没有担忧啊，一直处在喜悦状态啊，还天天能够心想事成。你说这样的生活对一般人来说是不是就是人间天堂？但是大部分为什么不过天堂？就是因为他信念中的这些拉扯和内耗啊，让他没有把精力放在这方面，他都内耗去了啊。然后在4点28分停顿良久，他说这涉及了一个最深奥的再教育啊，记住这句话啊，最深奥的再教育。什么教育呢？到目前为止提到的矛盾信念，是我先前所谓的意识的官方路线的这个结果。显然，人们在那些矛盾信念开始之前很久就已经经验到了就有疾病的问题了啊。但再次的，那是由于疾病状态在个人以及全世界的整体健康中所扮演的角色啊。他这里面说的什么意思？就是他这话啊，他是来回反着调着说啊，就是你得多去理解一下。他首先呢，这个得病这件事情啊，疾病这件事情啊，其实给人来说是一种再教育的过程啊。通过疾病呢，你会重新思考一些深刻的问题。如果不得这个病呢，你可能不思考啊，这是他想说的这个点啊。换句话说呢，这是你先前的，就是官方的，就意识的官方路径的一个路线的一个结果啊，就是科学家怎么来看待意识啊，它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意识它一直就是这么拉扯的就是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啊。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逻辑思考能力它永远是在二元对立下才能思考的。如果有二元对立的观点，那它结论一定是处在这种左右为难的状态，一定是这样子除非这个人就每次都只选单一选项那也可以但是大部分知道了两者之间，他一定要做选择的，而这个选择本身就会让他产生这样的一种矛盾就选哪个另一个不选，但是仍然也在起作用。说显然呢，人们在那些矛盾信念中开始之前很久就有疾病了。他的意思是说，不是因为有了这些信念之后疾病才产生的，但是反过来说，确实你的疾病是由你的信念拉扯导致的。你说这两个话哪句是对的哪句都是对的。
这是明显两句啊，只能有一句是对的话啊，但是十分不幸的是，这两句话都是对的啊。我不知道你听懂没有？再说一遍啊。的确是在没有人类这些所谓的冲突性信念之前，就有疾病的存在了。但你的疾病确实是由你的冲突性信念引起的，这样能理解吗？他说再说一遍，因为疾病也好，不健康也好，是你整个生命状态的一种形式而已，它是一定会存在的。有生命就有这种疾病的存在，有健康就有不健康的存在啊，这个他说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必须要做的是什么？重新来过啊，从头改变，的确相当可能这样做，因为你将与你切身熟悉的资料打交道，你自己的思维、情绪和信念。就是他说你现在要干嘛呢？就是你说了半天，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对吧？我们现在怎么改善我们的生活吧？比如改善我的健康吧，我健康哪里有问题？你说怎么改吧？就别说这些没用的啰里吧嗦的，怎么办？再次告诉你，最简单的就是重新来过。什么叫重新来过？不是你的生命重新来过，是你的信念可以重新来过啊！你的信念可以重新来过啊！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啊！重新把三观调整，建立一套新的信念系统啊！就这样做啊，马上就可以这样做。要重新来过，因为你将与你的切身熟悉的资料打交道啊，因为你要跟你的思想、情绪和信念打交道了，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啊。他的意思是这个啊，对，要重新跟他们打交道啊。当然，你必须由你现在的位置开始，但如果努力去贯彻啊，你只能从你现在的地方开始啊，脚踏实地。但如果努力去贯彻我们将在此建议的那种新假设的话，没有人不能改善他的位置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啊。如果你按照他说的方法去改变的话啊，就没有一个人不能改善他的位置到一个相当好的点啊。他的意思是，只要你做了，他就一定会有效果，是有非常好的啊。贯彻啊，贯彻他的这个想法、新假设嘛，这前面这些新的想法啊，到某种程度，这些概念已经在了，虽然他们在世界经验里尚不占主导地位。就这些观点啊，虽然跟主流社会并不完全一致，甚至跟它相反，但是他们早就存在了啊，它早就存在了啊，有很多跟你同频的人啊，但是也有很多主流媒体的人，他是不认可你的观点的啊，所以这个地方都要理解就行了。说休息一会儿，我们再讲一点啊。在4点35分休息的时候呢，琳达拿来针的这个阿司匹林和这个药，我的太太仰躺时仍然不舒服。在同时，外面有很大的这个铿锵声，3部救护车及其他的车子全都鸣着警笛，在我们3楼窗外的角落里角弯里虽然开向急诊显然是开向急诊室的临时入口了一会儿后因为播音系统传来一个蓝医师的紧急传唤，在4点44分继续，又是3个4这替换的思考方式在生物学上是恰当的，因为现在应该很明显，某些信念和概念有助于促进健康，而其他的则阻碍它。他说你这样想，信念对你身体的影响是对的他是这个意思是恰当的，是对的应该现在你明显了，你的思想直接你的信念直接影响你的身体。
这些概念是自然与生命本身所有部分之情感态度的转移啊！记住这句话。就这些概念是什么？是自然与生命啊这两个本身所有部分之情感态度的一个转移啊！就人和人之间啊，生命和生命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物种和物种之间，个体和个体之间，哎，他们这种情感关系的一个转移出来啊，他们比任何药还好啊，比任何药都要好。什么样的就是这种好的概念啊，这种好的信念系统比任何药都好啊。他们指的是这些信念系统啊，这种促进各种各类的生命价值完成的表达，不论其形式啊。对任何世间的万物，不论是什么样的物种啊，都能够促成它价值完成的表达啊，跟形状没关系啊，跟它是条蛇还是一个猫头鹰啊没有关系的啊。这里头他想说的最后的一个点啊，它是这样子的，对，就这些概念就是什么？就是一种大自然和人之间相互之间作用的这种情感概念的一个表达啊，是表达的，对，记住啊，就是这种自然的表达啊，就是你的这种概念升起的时候，什么概念啊？什么概念？哎，就是你作为这个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啊，就像自然界也会有各种气候变化一样，对你来说生病也是你健康的一部分啊，这是第一个概念。对，第二个概念是什么？第二个概念就是你确实可以借由改变你的信念去改变你的身体状况，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你的身体都是可以被改变的，变得更好的啊，这是他想告诉你的。第三个他想告诉你的是根据价值完成的理念，所有的生命啊都会促进其他生命的这个完成表达，这是他想从三个层面上来说。好了，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可能他就说完了啊，他说口授结束了啊，他这一点啊，这几句话啊说的都是非常有深度的啊，不是一个非常表面的意思啊。对，他说就是信念可以改进健康，有的信念会阻碍你健康，信念会改变的啊，但是只是告诉你的第一个啊，他告诉你这些信念是怎么来的呢？哪来的这些信念呢？不论是促进健康的还是阻碍健康的，他说这些信念呢都是生命本身各个部分之间，所有部分之间情感的一种表达，一种转移啊，就是世界或者自然之间万物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啊，是借由这种信念来表达出来的。就这些信念就是这些情感表达的一个这个抽象的或外显的东西，就等于说我跟自然界是一种我爱护所有的花草树木，我跟他们感同身受能够有这种链接感的时候，意味着你跟大自然的关系情感是有爱的。如果你恨这个自然界或者环境世界中认为这个自然界的什么自然灾害对人是一种威胁和伤害不论地震还是火山喷发还是什么的你觉得都是不好的，那个呢就代表你跟大自然之间的情感表达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也就是说你跟大自然也好，跟周围的人也好，跟事情也好，你的情感怎么表达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表达的好，你的信念就随之表现的好或者呈现的好所以说当你的信念出问题的时候，你要想想你跟周围环境之间的表达情感表达哪里出了问题这是他想告诉你的根源对，很核心的这个点就在这儿然后就讲完了，在4点47分的时候他说一个注这是赛斯接着说的，这将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名称可以叫做进退两难，就这本书分成2部分
第一部分就进退两难，一共9章啊，这是最后一章了啊，最后一章。然后呢，当我们开始下一章的时候呢，它将是第2部分啊，这本书的第2部分，称之为重新来过啊，这是重新来过的下一章了。我想提醒你俩啊，我听说的我所说的是真的有可能的啊。我再次强调啊，比不可能要可能多了，就是如此啊。他说我再次提醒你们，我说的这上面说的这些都是非常可能的，比不可能可能多了啊。你如果认为以上说的都不可能，那我想告诉你，我这个可能性要比那个你认为的不可能要多得多啊。鲁伯可以从他现在的位置开始啊，要从他现在的位置开始，因为每个人必须从手头的情况开始，每个人都这样啊，必须从手头开始。威力之点就在当下啊，再次强调了威力之点啊，记住，任何点啊，任何一个点都是你的翻盘的点，都是你翻身的点，记住啊，就要从你手头的情况开始啊。他说现在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啊，就结束了。内容就整个第9章啊，也就是整本书的上半部分就讲完了。那最后还是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从下一章开始，我们要开始重新来过的新篇章了。好了，谢谢大家。